大家好，我是东宝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拳超人的232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这一天，一位年轻的看起来像是英雄的、打扮的特别老的小伙子静静地坐在路边，他的表情看起来十分的沮丧。耳机里这时传来了上级的命令：哟，这不是英雄协会的那个市长马考伊吗？他似乎正在命令这位英雄要去执行什么任务。正说着，居民区里的一辆货车被打开了，这里面居然装着一只瑟瑟发抖的怪人吗？这是。与此同时，在英雄协会的秘密会所中，正在直播着街道中的场景。主持人煞有介事地讲解到：各位来宾啊，我们刚在 M 市中发现了这只诡计怪人，他现在被正式命名为应激小子。接下来将会有英雄赶到与之展开战斗。那么对决的胜负究竟如何呢？请诸位踊跃下注吧。我看懂了，原来是协会搁这儿自导自演，用怪人和英雄搞决斗场，然后大搞菠菜挣钱是吧？开头出现的那个小伙子现在已经抵达战场，他手拿台词本，有些笨拙地向后台汇报着情况。报告总部啊，我一个 C 级英雄哪里打得过这个诡计怪人啊？请速速派人前来支援呐！另一边呢，马考伊也假模假样的做着回复。在赌场里的各种名流富豪很明显已经被协会的信息所误导了，他们纷纷以为这个打扮奇葩的小伙子真就是个战力低下的菜鸡啊！没有任何人会花1毛钱买他取得最后的胜利。哈哈，要是这样想的话，你们就都中计了。这就是英雄协会秘密策划的节目英雄杀猪盘呐！首先，这个小伙子根本就不是什么 C 级英雄，他本是 B 级第4位的魔类路精神小伙，拥有着相对可靠的实力，同时知名度比较低，也不会被人认出来啊。而那只应急小子也不过是最弱的狼级怪人，协会就是用这种战力作假的角色进行对战，谁胜谁负自然就掌控在他们的手中。此时在会场中，只有一个人会成为这场赌局的赢家。这个一副 Sigma 表情的老登就是协会幕后的大金主，他和协会暗箱操作，让赌局大爆冷门，最后把其他有钱人的资金都收入囊中。精神小伙呢，自然是很看不起协会的做法，但既然已经答应要合作了，这场肮脏的表演也必须要进行到底啊！说罢，精神小伙冲向应激小子，准备先装出很弱的样子和怪人激情互殴一番。没错，马考伊和大金主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表情。你可是 C 级英雄啊，当然要装出艰难取胜的样子哦。可怜的狼级怪人已经被吓到无法言语，我也只能祈祷他之后应该能死得体面一点。什么情况？应激小子突然爆种了。他打出了极富冲击力的一拳，当场就把精神小伙打得支离破碎。屏幕外的马考伊还搁那儿暗自窃喜，演得真不错呀！赌场内的观众也是沉浸在一片欢快的氛围中。精神小伙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靠，搞什么呀？你跟我说这个筋肉爆炸的狗狗是狼级怪人，那简直都是强盗变态好吗？眼看这个应激小子不断的在爆气，都快变成超级赛亚人了。精神小伙的意识也变得越发模糊。他想起了那个肮脏交易计划的最初，自己被马考伊叫到总部，一听说要帮助协会作假，品行正直的他本想严词拒绝马考伊的无理要求，正义的英雄怎么会被金钱所腐蚀呢？但是马考伊相当经典的丢出了家人牌，他提到小伙的母亲正因为疾病住院，需要仰仗协会的资源才能得到更好的医疗条件。果然只需要稍加威胁，精神小伙便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为了救治家人，他也只能咬牙答应加入赌局。这时呢，精神小伙也从昏迷中唤醒过来，察觉到情况不对，他急忙向协会求助。不料马考伊还以为这都是在作秀他还暗暗夸赞精神小伙演技精湛。可怜的小伙只能不断的被怪人疯狂殴打。而这位一边露出怕得要死的神情，一边展现出大杀四方实力的怪人，很明显看外形的话，应该是一只吉娃娃吧。这种狗在现实中非常容易因为环境改变而变得暴躁，可以说是一种比网友更容易应激的超危险生物
说罢，应急小子又是轰出一拳，直接把对手给打飞了。监控室里的工作人员此时还有说有笑的聊着他们眼中的狼藉怪人。协会之前测试强度的时候，由于身处室内，所以这只小狗狗并没有展现出任何的攻击性。这时可怜的精神小伙已经决定要舍身取义了。他知道这次的任务如果失败了，自己必将丢掉英雄的工作，母亲也会被牵连，失去治疗资源。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赌上自己的性命，放手一搏了。就像他崇拜的偶像那样，精神小伙的脑中浮现出了那个在雨中拼搏的身影。没错，那就是无证骑士啊！当年与深海王的一战，精神小伙也在被无证保护的人群当中。正因为这个契机他才加入了英雄协会。在本话开篇的时候，精神小伙就说过，憧憬一个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正是失败的开始。他现在已经接受了自己失败的人生，但是作为英雄，他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看着又缓缓站起来的敌人，应激小子变得越来越激动。不要我明明超可爱的说，为什么要逼我动手啊？在又一轮的炮火狂轰过后，应激小子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偏激。他现在已经不是在寻求自保了，而是在以自保为借口实行杀戮精神小伙在恍惚之际回顾了自己的人生，他对偶像的模仿，那简直就是在对正义二字的玷污当年无证骑士虽然弱小，但他在保护弱民的时候，有无数人为之共情，大家都在为无证加油打气。可现在自己的身后却是空无一人，赌场里的那些有钱人也毫不在意自己的生死，不停的恶言相向。精神小伙已经准备好了遗言，他让协会为自己准备后事，以后再也没有精神小伙这名英雄了。我的老妈也就拜托你们照顾了。就连场外的马考伊都对精神小伙产生了一丝敬意。我操，这个世界上居然能够有如此逼真的演技这个小鬼不去做演员当英雄实在是太可惜了。话已至此，在精神小伙发自内心的正义悲鸣中，他挥拳冲向了强大的敌人。嗨呀，好险不知道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一只光头，他只是看起来毫不在意的挥了一拳，应激小子就被轰成了一堆烂泥一旁的精神小伙整个人都看傻眼了。同时赌场内的人也全部造型定格，所有人都忍不住的想大声问一句，你鸡巴是谁呀？好在总算是保住了性命，精神小伙终于松了口气，精疲力尽的他脱力栽倒了过去。在最后一刻，他好像回忆起了什么，这个光头的男人好像就是打倒深海王的那一位吧。看来他以后又多了一位要崇拜的前辈了。不过事件虽然是安全解决了，英雄协会这边的麻烦可就不小了。大金主由于赌局被破坏了，颇为恼火，马考伊也只能连忙赔罪，安抚顾客的情绪。他哪里知道这个 A 级垫底的秃头匹夫怎么会突然跑出来搅局的？之后马考伊几乎是以光速的效率赶到现场，给怪人收尸或者说是毁灭证据吧。顺便还批评了光头独断行动，不给协会打报告的行为正在双方因为马考伊的拙劣辩解快要发生冲突的时候，童弟突然现身，直接把马考伊的底裤都给他掀了。马考伊眼看大事不妙，当场选择开溜。随后童弟拿出手机向杰诺斯和光头说明了协会开杀猪盘的事情。杰诺斯也回忆起经常有些奇怪的英雄和怪人事件，这下也算是说得通了。但光头好像在乎的并不是协会作假的事情他盯着手机里的下注程序，气到牙齿都快做出血来了。岂有此理老子的赔率为什么是20明明其他同级的家伙都只有1到2左右这个混蛋协会该不会把我当成史莱姆了吧？连史莱姆都不如说到这种高达20的赔率嘛，那估计就和沙特能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赔率差不多吧。真的是太难为光头了。之后呢，童弟表示自己还会持续揭露英雄协会的黑暗面，顺便还和杰诺斯结清了之前的误会。另外一头精神小伙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自己的偶像无证骑士居然正载着他赶往医院呢。精神小伙瞬间就露出了小迷弟的娇羞表情。
吴镇赞扬了精神小伙的英勇表现，小伙呢则是为自己作假的行为感到内疚无比。但吴镇好像看透了小伙的内心想法，他表示英雄的排名等级什么的不重要，以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却没有退缩，选择战斗到了最后，这才是可贵的英雄精神啊！说到这里呢，小伙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他不断的向吴镇道谢着，想必之后他也能够重新振作精神，继续自己的英雄生涯吧。说完感人的事情光头这边呢就比较蛋疼了，他被裴律的事情搞得是彻夜难眠，甚至还产生了想要投机取巧的想法呢。杰洛斯我要是给自己下注，然后跑去打赢了怪人，那岂不是就能一夜暴富吗？当然了，和杰洛斯聊来聊去之后，光头对于这种有损名誉的行为还是有些胆怯的。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裴律突然刷新了，这肯定是有新的赌局开始了吧？光头和杰诺斯马上出动，打算破坏协会设下的赌局。其他安排好的英雄们怎么抢得过光头和杰诺斯这两个高手啊？但是跑到一半，光头发现，我操，我的赔率怎么还涨到1赔25了？不行了，忍不住了，我好想点下去啊！突然，好巧不巧的，路边这时又出现了一个开赛车抢包包的强盗。我操，大哥，你疯了是吧？这赛车多少钱这抢劫成本也太高了吧！光头只是面临着到底是该去赚大钱，还是应该去帮助市民的究极难题。终究正义之心战胜了贪欲，光头帮小姐姐夺回了包包，怪人那边呢则是被乱入的龙卷打倒了，协会也没有搞到钱。光头面对市民们的赞誉，脸上虽然笑嘻嘻的，可心里却是在滴血这时光头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是不是有点太负面了，为了钱这种东西居然把自己搞到心力憔悴，看来下次得提防这种以公谋私的事情才刚说完被救的小姐姐就从包包里面拿出了一颗超大的钻戒。其实她继承了一笔巨额的遗产，怪不得那个强盗要开赛车来抢面对小姐姐给出的天价答谢礼，光头犹豫再三过后，还是选择了坚持自己内心的正义原则，回到了他贫困的英雄生活中去了。本话结束。